嗨，大家好，欢迎来到简单生活。简单从生活开始。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发现，当你的房间乱七八糟的时候，心情也会变得烦躁不安，而当你把环境整理干净后，整个人好像也变得轻松起来，甚至连思绪都变得清晰了。这是不是巧合，还是其中真的有什么科学道理呢？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个有趣的问题，打扫真的可以改变命运吗？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夸张，命运不是靠努力、机遇、人脉等因素决定的吗？怎么会跟打扫这么日常的小事扯上关系？但如果我们从科学、心理、风水、习惯养成等不同角度来看，就会发现打扫不仅仅是让空间变得整洁，它还能改变我们的心境、行动力，甚至可能影响到我们未来的发展。所以今天这个分享会从4个部分来探讨这个话题。第一，我们会从科学角度来看看为什么打扫可以影响我们的大脑和思维模式。第二，我们会从心理层面来分析为什么清理空间等同于清理内心，让我们的精神状态变得更好。第三，我们会谈谈风水的概念，看看传统智慧如何看待环境对运势的影响。最后，我们会分享一个实用的每日10分钟清扫法，让大家能够轻松开始，逐步透过环境整理来改善生活品质。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首先，我们来看看科学层面的解释。你可能听过环境影响心境，但这并不只是心理作用，而是有实际的科学根据的。根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一项研究，当我们处于一个杂乱无章的环境时，大脑的工作记忆会被过多的视觉资讯占据，导致注意力分散，影响决策能力和专注力。简单来说，当我们身边的环境越乱，我们的思维就会越混乱，工作效率降低，甚至影响到我们的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举个例子，当你的桌面堆满杂物时，你的眼睛无时无刻都在接收这些混乱的资讯，导致你无法专注在手上的事情。反之，如果你的桌面干净整洁，你的大脑可以更有效率的运作，让你更专注、更有条理地处理事情。这也是为什么许多高效能人士，包括企业家、创意工作者，甚至运动员，都特别注重自己工作环境的整洁程度。除此之外，英国伦敦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当人们完成一个清扫任务时，大脑会释放多巴胺，这是一种让人感到快乐和满足的神经传导物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会在打扫完后觉得心情愉悦，甚至有一种成就感。所以，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打扫不仅仅是整理环境，更是在整理我们的大脑和思维模式，让我们能够更有效率地处理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心理层面的影响。大家有没有发现，当你开始丢掉一些用不到的东西时，内心会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这其实跟我们的心理能量有很大的关系。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作者近藤麻里惠提倡只留下让你怦然心动的物品。它的核心理念是，当我们整理家中的物品时，其实是在整理我们的内心状态。如果你的房间堆满了过去的旧物、没用的杂物，这些东西可能代表的是你的过去、你的执着，甚至是你的焦虑。当你愿意放手，丢掉这些不必要的物品时，内心也会变得更轻盈，更能专注在当下的生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衣柜。很多人衣柜里堆满了从来不穿的衣服，可能是因为舍不得丢，或者总觉得有一天会穿得到。但事实上，
这些衣服已经对你的生活没有实际的价值，反而占据了你的心理空间。当你决定整理衣柜，把那些不再需要的衣物捐出去或丢掉，你不仅是清理了物理空间，也是在告别过去，迎接新的生活。除了科学和心理层面，我们也可以从风水的角度来看看环境对人的影响。风水学认为，杂乱的环境会影响人的能量场，阻碍好运的流动。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一、财位清理。家中财位通常是进门对角线的位置，如果堆满杂物，可能会影响金钱流动，但如果财位整洁干净，甚至放上一盆绿植或财富象征物，则有助于财运提升。二、玄关整洁。玄关是家中能量流动的入口，保持整洁明亮，能够带来更多正能量。三、床底清空。床底如果堆满杂物，容易影响睡眠品质，导致精神不佳，也可能影响健康运势。虽然这些听起来有点神秘，但其实本质上还是回归到环境影响心境的概念。当你的居住空间整洁有序时，你的心态也会变得更积极，更有行动力，而这正是影响命运的关键。如果你不知道该如何开始，那就试试每日10分钟清扫法。这个方法很简单，每天只需要花10分钟整理一个小区域，长期下来，你会发现生活变得更有条理。具体做法：一、设定计时器10分钟，选择一个区域开始整理，例如桌面、玄关、衣柜。二、只专注于这10分钟内的清理，不需要一次整理整个房间。三、每天持续进行，当整理成为习惯，你的生活自然会变得更有秩序。这个方法看似简单，却能带来巨大的改变。你会发现，当环境变得清爽，做事效率提升，生活也变得更加顺利。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打扫不仅仅是物理上的清洁，而是一种心理、思维，甚至是人生管理的方法。但我知道，很多人还是会有疑问：我真的能从整理开始改变命运吗？我真的能坚持下去吗？这是许多人在改变生活习惯时会遇到的挣扎。其实，关键不在于一次性的大扫除，而在于持续的小改变。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时间，或者觉得清理房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里有3个简单的心态转变，可以帮助你开始并坚持下去。第一，打扫是一种自我尊重。当我们整理自己的居住环境时，其实是在对自己说，我值得拥有一个干净、舒适的空间，我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如果我们连自己的生活环境都不愿意照顾，如何能期望自己在其他方面取得突破？曾经有心理学家指出，一个人的居住环境往往能反映他的内心世界。如果一个人长期住在杂乱无章、东西乱七八糟的地方，那么他的内心可能也是混乱的，缺乏对未来的计划与掌控感。相反的，当我们开始整理环境，建立秩序，其实也是在重塑我们的内在秩序，帮助我们建立更强的行动力与自律能力。这就像是对自己的一种承诺，我要让我的环境更好，让我的人生变得更有条理，让自己过上更幸福的生活。第二，打扫是行动力的开始。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验？当你开始整理桌面，把书籍归位，把房间打扫干净之后，你会忽然觉得精神变好了，甚至变得更有动力去完成其他的事情。这并不是错觉，而是行动力的启动效应。行动力是会连锁反应的，当你完成一件小事，就会更容易进入状态，进而开始做更多的事情。这就像是滚雪球一样，当你每天都整理一点，慢慢的，
你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有秩序，你的行动力也会变得更强。这个道理在许多成功人士的生活习惯中也能看到，比如许多企业家、运动员、艺术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非常重视环境的整洁，因为干净的环境能够帮助他们维持高效的工作状态。你可能会觉得，我又不是企业家，我只是个普通人，为什么要这么讲究？但其实，我们的每一个小习惯都会累积成我们未来的生活方式。如果你希望自己变得更有行动力，那么从每天整理一个小区域开始，就是最好的训练方式。第三，打扫能带来新机会。在很多文化中，都有新年大扫除的传统，像是华人过年、日本的大扫除文化。这些习俗不只是为了让家里干净，更重要的是一种象征意义，清理过去的晦气，迎接新的好运与机会。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些只是迷信，但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行为确实能够带来新的机会。因为当你的环境变得整洁、清爽时，你的心境也会变得更积极，你也更容易去做新的尝试，甚至吸引新的机遇。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一位朋友曾经长期处于低潮期，他的房间乱得像个仓库，桌上、地板到处都是杂物，他的生活也陷入停滞，觉得自己怎么努力都没用。但有一天，他决定试着改变，从清理房间开始，每天花15分钟整理一个区域。2个月后，他的房间变得焕然一新。最有趣的是，他的人生也发生了变化。他开始愿意出门见朋友，开始尝试新的事物，甚至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他自己回忆起来，也觉得这一切的转变都是从整理房间这个小小的行动开始的。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但它的道理却是非常有力的。当我们的环境变好时，我们的心境会改变，我们的行动力会提升，这些都会进一步影响我们的未来。所以，当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停滞不前时，先试着整理你的环境吧。或许你会发现，当你开始整理，你的命运也会开始转变。如果你已经听到了这里，你可能会想，好，我知道整理环境很重要，那么我应该从哪里开始呢？这里有一个简单的3步骤行动计划，让你可以轻松开始。1. 选择一个小范围开始，不要一开始就想要整理整个房间，这样会让你感到压力太大，反而无法持续。从一个小区域开始，比如桌面、床头柜、玄关，每天整理一点点，就会有累积的效果。2. 设定10分钟清理时间，每天设定10分钟来整理，不要追求完美，而是专注于每天进步一点。当这个习惯变成自然的行为时，你会发现整理其实没有那么难，也不需要花太多时间。3. 建立新的习惯，持续下去。最重要的是，让整理变成日常习惯，而不是偶尔才做一次的事情。当你每天都愿意花一点时间整理，你会发现你的环境、你的心态，甚至你的生活品质都会有巨大的提升。最后，我想再一次强调，打扫不只是让环境变干净，而是一种改变心态、提升生活品质的方法。当我们开始整理环境，我们其实是在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当我们愿意放下不必要的物品，我们其实是在释放内心的负担。当我们每天都愿意整理一点点，我们其实是在建立更好的习惯，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有秩序。所以，当你觉得人生不顺利、运气不好时，不妨先从清理你的空间开始。或许，你的命运转变就从这一个小小的动作开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也有打扫后发生的改变，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故事。我们下次见。